草帽一伙各自的有钱程度。草帽海贼团平时的日常花销都是由娜美管理分配，会定期给一船人零花钱用。但是看起来草帽一伙之间兜里的宽裕程度还是各不一样的，因为有人的消费方式不同，甚至有些人还能赚外快。比较特殊的就是索隆，索隆看起来没啥钱，毕竟在罗克镇，路飞和索隆还吃过巴基的霸王餐。索隆买刀还是借了娜美的钱，最后一分没花，还搞成负债了。不过其实索隆只是对钱没有兴趣而已，索隆如果想有钱，还是会很有钱的。首先，索隆早期干海贼猎人的时候，出手相当阔绰，吃顿饭直接现场干掉一个赏金500万贝利的海贼，就当是付了饭钱，而且还不用找零了。索隆还有价值不菲的资产，耳朵上的3颗耳坠，看样子就能值不少钱，摘下来就能用，在哪儿都好使。在海贼王里，名刀这东西甚至都算得上硬通货，毕竟有名刀图鉴和对应的价格。当时达斯奇说，合到一文字起码值1000万贝利，而且名刀也会随着传奇程度提升品级，价值也会更高。索隆虽然必然不会卖掉他的刀，但索隆这身行头很难说他不是个有钱人。而且索隆也不用变卖资产，在和之国，索隆在一家赌场里横扫四方，赚得盆满钵满。看来索隆的赌术或者说是见闻色也很牛逼，平时弄点喝酒钱还是易如反掌的。路飞兜里肯定是没啥钱的，当然这并不是因为路飞穷，只因路飞一场宴会能花掉1亿贝利，再有钱也遭不住。不过在恐怖3人帆船，草帽团迎来2次报复之后，路飞曾经把不起眼的约翰宝藏闭环戴在过手臂上，草帽团至今还不知道路飞曾经居然当过世界首富。乌索普和乔巴身上应该还是有点零花钱的。乌索普在罗克镇逛街买了一路的东西，空手进去背了一个大包出来，零零散散的也不少花钱，甚至还买了一盒便宜的鸡蛋，估计是用作他的臭蛋星。而乔巴呢，在水之都路飞花了1亿，也没要到零花钱后，乔巴请了路飞吃水糖。乔巴当时说他有1万贝利，相当于大约500块钱人民币。后来没有山治的时候，娜美做饭一个人要收5000贝利，大家吐槽零花钱一下子就没了。看来大家平时零花钱大概就是5000贝利左右。乔巴这1万有一部分看来还是攒出来的，当时乔巴才值50贝利3块钱，1万贝利的零花钱对乔巴来说算是一笔巨款了。身上比乌索普和乔巴有钱的是山治，因为山治的职业在海贼团里很特殊，毕竟是决定大家生死存亡的厨子，分配给山治的钱应该会比其他人多很多，只不过是专款专用。山治经常要为全船人去挑选很多食材，在长链岛的时候，山治给娜美买爆米花和饮料，老板看人下菜碟，刚给罗宾免单后，却给山治卖得很贵。虽然不情愿，但山治还是掏了一把钱出来，不清楚具体多少钱，但贝利最小面值的纸币也有1000贝利，看来山治被坑了不少钱，山治还是有钱。然后弗兰奇也是有点小钱的，毕竟弗兰奇在上船之前就是水之都小霸王，做拆船行业，还兼职做赏金猎人。当然弗兰奇也不至于很有钱，不然也不会去抢钱买宝石亚当了。弗兰奇的发明和乌索普的发明还不大一样，弗兰奇研制的东西一看就很烧钱。弗兰奇将军上用的材料是瓦波合金，而瓦波合金的老板正是靠卖这个发家致富的瓦波尔，所以弗兰奇要是没点经济基础购买这些原材料肯定是不行的。罗宾看起来也有自己的小金库，罗宾以前跟老沙混，虽然老沙在阿拉巴斯坦栽了跟头，但老沙后来依然能借给巴基钱开公司，现在依然是富可敌国的气质。而罗宾当初刚上船就拿了一袋宝石，轻松收买了娜美，妥妥的一个富婆，因此娜美管钱想必也不会管到罗宾的头上，他俩经常一起去买东西。剧场版 Z 里当舞女的罗宾大受欢迎，工资加小费就收了厚厚一沓。如果说娜美是明面上的富婆，那罗宾就是隐藏富婆，反正俩人都是不差钱的那种。慎平就更有钱了，早年间就当了渔人岛的总教头，渔人岛那可是富得流油的国度，手底下的兄弟们还都是当海贼的，虽然不是坏海贼，但慎平当七武海的这些年里，替天行道消灭一些同行不过分吧，所以落魄肯定不会落魄的。娜美不用多说，年纪轻轻存款过亿，虽然这些钱没有带上船，但临走时也顺走了全村人的钱包，光是买一堆衣服给人往1折上讲价，就注定穷不了。不过要说草帽团里谁赚钱最多，娜美还真比不过草帽团里另一个人，那就是布鲁克。布鲁克是真牛逼，别人2年都在修炼，只有布鲁克开了2年演唱会，还是世界巡回演唱会，粉丝遍布全世界。布鲁克走的时候，长手图经理人都快气死了，就可见布鲁克是个摇钱树了。不过看这情况，布鲁克自己手里好像没留下啥钱。不过只要布鲁克想，他只要开一场演唱会，他就立刻会是草帽团首富了。所以平时别看草帽一伙这帮人吃吃喝喝玩玩，不赚钱，开销还挺大，原来这帮人一个比一个有钱。草帽一伙平时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草帽团平时有很多集体的活动，比如他们会定期开洗衣服大会，有些人是真的来洗衣服的，但有些男生是趁着洗衣服大会来玩闹。在早期的洗衣服大会上，可以看到娜美刚洗好路飞的那件经典红马甲，路飞正在后面玩闹，显然他每次都不好好干活，娜美可没少帮路飞洗衣服。而乔巴居然被挂在了晾衣绳上，这是谁干的？环顾四周，乌索普正抱着一大盆待洗的衣服，看到乔巴被恶搞，笑得不行。山治正在用一只鳄鱼当搓衣板洗的衣服，看来也只有路飞的作案嫌疑最大了。而山治手里洗的衣服正是娜美的那件蓝色条纹的短袖，山治真的太好了。不过山治朝着索隆吐槽着什么，索隆这边的情况不妙，他的衣服被鳄鱼咬住了，差点跟鳄鱼打起来。而后面的罗宾依然优雅，正在和一只鳄鱼玩。罗宾总能把很凶猛的野兽调教得非常温顺。弗兰奇和布鲁克加入后，大家有一次在桑尼号上洗衣服，
路飞一如既往的欢脱玩闹，旁边还跟着同样爱玩的乔巴，把晾好的衣服撞了个天翻地覆。山治则是被捉弄了一番，对路飞一顿狂追。旁边晾衣服的娜美看着这几个人打闹也很无奈，看样子又要整顿他们了。角落里的索隆认真洗着衣服，看路飞他们很高兴，索隆也笑得好开心。弗兰奇和乌索普好像对洗衣服没太多兴趣，他们在清理大炮，而弗兰奇在炮管上连了一根水管。看来趁着洗衣服，这几个男生又要开启一场水枪大作战了吧？后面的罗宾抱着一堆泳衣内衣过来了，布鲁克想半路截胡，一看就是问了一个非常绅士的问题，但被罗宾严词拒绝。从他们洗衣服不难看出，草帽一伙大部分的衣服都是娜美罗宾的。娜美罗宾在闲暇时间就会化身购物狂魔，各种买，逛累了就在一家酒吧落脚休息。可以看出，其实最辛苦的还不是娜美罗宾，而是乔巴，因为乔巴要充当购物车给他俩驮东西。乔巴明明是只鹿，却活活累成狗。看得出来，罗宾对这次的购物也非常满意，而娜美买了一大堆东西，似乎依然精力旺盛，好像在清点自己的战利品和省了多少钱。草帽一伙平时除了追逐打闹，当然也会有比较雅致的活动，比如玩 DIY 涂鸦。这就到了乌索普展示才艺的时刻了，毕竟草帽团正式版的海贼旗就出自乌索普之手。在这里，乌索普画了一只变成龙的梅利号。山治和索隆惊恐地看着路飞，索隆甚至还因为走神把颜料涂在了一只小羊的脸上。没错，路飞举着一大堆颜料又在捣蛋了，这些颜料的落点似乎在乌索普身上，而乌索普只是抬头察觉了慌张的山治，还没来得及回头看发生了什么，想必很快乌索普就会变得五彩斑斓了。一旁的罗宾也发现了不妙，但罗宾一向是如此淡定，罗宾的能力真的是效率无敌，一边调制颜料还能一边逗小绵羊玩。而娜美和乔巴正陶醉在玩闹中，娜美把乔巴的蓝鼻子涂上了红色，笑得非常开心。草帽一伙经常在外面野营，这一次他们在一个特别冷的地方，连北极熊都冻得打哆嗦。路飞上半身在冬天，下半身在夏天，冻得难受那就不奇怪了。娜美裹得严严实实的，但依然追着乔巴跑，想抱在怀里取暖。这个时候乔巴暖宝宝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索隆、乌索普还有一只企鹅、一只狼在烤火，索隆还把自己的腰封给了企鹅，索隆太暖了。不过索隆想要火升得旺一些，但一口气吹得太猛，直接把火给吹出去了。正在烤火的乌索普还有狼和企鹅直接傻了。后面的山治刚把一锅准备煮的食物端上来，看到这一幕直接开启吐槽模式。远处的罗宾则是安静的喝着热茶，开心的看着大家。既然有雪，那还不趁机堆个雪人。草帽一伙这几个人可是堆雪人的高手，看路飞、索隆、乌索普堆的雪人就很有意思。这个雪人戴着路飞的草帽，有着乌索普的长鼻子，腰间还有索隆的3把刀。这雪人要是继承了这3个人的所有属性，那岂不是无敌了？一旁的娜美和弗兰奇喝着热茶，非常的悠闲。乔巴推过来一个雪球，似乎还想添砖加瓦。而山治和布鲁克堆的雪人更搞笑，看起来他俩好像是做了一个娜美，而且山治手上还拿着一个雪球，意思是跟另一个雪球配上对儿。可以的，山治这一波非常细节。罗宾则是在一边戴着眼镜优雅的看书。海贼王里出现的数字基本上都是有含义的，比如这里路飞的针织帽上有数字1，代表他是第1位船员；山治针织帽上有数字5，代表他是第5位船员。冬天有冬天的玩法，夏天自然也有清凉的活动。草帽一伙在一处小溪里捕鱼，说来也很搞，路飞、乔巴、布鲁克这仨一个落水2个去救3人组，越是果实能力越是在水里玩得最欢脱。乔巴变成巨兽形态捕鱼其实也是无奈之举，毕竟小只乔巴会直接泡在水里。不过乔巴力气太大，泼了索隆、布鲁克一身水。后面的山治已经在准备美食了，生产加工一条龙。罗宾双脚泡在小溪里，笑得很甜美。而且罗宾的 T 恤上有一只蓝色的熊，后面弗兰奇的发型也是蓝色熊耳朵。好家伙，一有机会就搞 CP。不过这张扉页最牛逼的还是熊和鱼的主题，在后面的剧情里，神之谷也是同时出现了熊的肉球果实和凯多的鱼果实青龙形态。大家注意看，弗兰奇正在和一只熊好兄弟一样的搭着肩，这暗示了巴索罗米熊是友军。烤架上的烤鱼暗示凯多战败掉入岩浆。而且路飞这边也是，显然路飞和熊是一伙的，路飞手里抓了一条鱼，这就让人想起了那张暗示路飞太阳神的扉页，虽然很隐晦，但居然解释得通。不得不说尾田牛逼，这一波尾田依然在大气层。那些看起来很废，实际上很强的恶魔果实，在海贼王里有一些果实也许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强，不过一旦放到特定环境或者开发到极致，那还是非常好用的。4分5裂果实，这颗果实目前来看就是巴基用来搞笑的，但即便暂时是这种程度，就已经显得很有用了。首先就是免疫所有斩击和切割，巴基不惧怕锋利，那把刀横过来拍他是不是也得怕？但是如果有强大的线纹色加持，巴基完全可以做到提前分裂躲避攻击，就像卡2的提前形变，这完全就很难死了。目前明哥和卡2都展示了能改变环境的觉醒能力，路飞虽然已经被定义成了动物系，不过他也能把地板变成橡胶。按理说4分5裂果实应该更能符合超人系觉醒的特质才对。如果是那样，4分5裂果实甚至能玩出阵果实和手术果实的效果。只不过现在来看，巴基要么是没开发到位，要么是其实他能，但他不知道。悄悄话果实，这是一直以来被评价为最废物的果实，相对来说确实废，
不过就单单能和动物对话这一点还是挺有用的，因为海王类和象主都算是动物，想和它们对话都需要一些特殊的高端能力。悄悄话果实有时候还能当聆听万物的能力用。另外，海贼王里开打之前都比较重视情报，所以充斥着各种卧底和耳目，尤其是鬼岛上。而悄悄话果实完全可以利用一些动物更宽阔的视野和轨迹去收集情报。烟雾果实，曾经谁都打不过的果实，现在谁都打不过的果实。但是造成这一原因的并不是烟雾果实很弱，烟雾果实还是很全面的。能力者能飞，能封烟，能操控烟雾捕捉敌人，不仅和烧烧果实相克，甚至也许还能克制闪闪果实。而且有一点和瓦斯果实比较类似，凯撒的瓦斯果实可以抽干空气，创造无空世界。斯摩格的烟雾果实，即便是没有毒性气体，起码可以烟雾封喉，让人窒息才对。当然，凯撒和斯摩格他俩一样是体术没有跟上版本节奏。记忆果实，海贼王里不乏很 bug 的果实，比较有名的就是童趣果实和幽灵果实。但记忆果实这个真的也很 bug， 虽然并不是具有攻击性的果实，但可以间接有，因为能力者可以读取、替换、篡改人的记忆。就比如布林把自己枪击雷九的记忆拿掉，接上了士兵开枪的记忆，雷九就会以为自己被士兵击中了，真传说中的断片了。往狠了说，改变一个人的记忆可以影响未来的走向，而且记忆一旦被篡改，你将变得不再是你，甚至变成另外一个人，还是很可怕的。波妮的果实能力，它的果实目前还没有官宣名字，一般都叫年龄果实，和剧场版 Z 里的倒退果实类似，但波妮所能控制的年龄范围更大，可以年轻也可以老化，还可以把年龄抽离出来变成珠宝。有了这颗果实，不仅能永葆青春，还不差钱儿，这是什么极品果实？当然物体也一样，路飞当时入门流萤后，第一件事就是内部开锁，结果波妮只是摸了一下锁，锁就整个老化掉了。有了这颗果实，溜门撬锁的话，流萤狗都不学。稻草果实，这颗果实看起来不强，主要是因为霍半仙痴迷于占卜，而忽略了自身实力的提升。高手过招，招招致命。稻草果实最好用的就是转移伤害，大大提升容错率。这颗果实如果是给卡普或者哪个霸气高手，感觉那就和无敌差不多了。比比果实，看侍郎的这颗果实一开始看也确实很菜，画的鸟飞起来都很难，后来知道这都是看侍郎作为卧底一直在隐藏实力。摊牌之后画的东西那是一个比一个屌，可以创造和自己完全一样的替身，然后创造了一个假玉田干掉了阿修罗童子，创造的火焰怪物可以压制大河。所以有没有发现比比果实和大妈的魂魂果实有点像，都可以赋予物体生命，而且出来的东西还贼强。比比果实更好的是能创造出本身并不存在的东西，还自带生命。当然比比果实应该需要一定的想象力和画工。寂静果实，悄悄话果实是颗原创果实，而寂静果实才算是在主线里被称为最废的果实。但其实众所周知，海贼王里除了鹰眼等少数人不需要喊招式名，大多数人都需要喊出招式名来释放技能，尤其是启明果实的索隆，太依赖果实能力的这种，只要不让他们喊出招式名，就可以让他们放不出来技能。而寂静果实只需要打个响指，就可以让海贼王里绝大多数人都放不出技能。所以原来寂静果实才是海贼王里最强大的果实。海贼王里那些令人迷惑的年龄，海贼王里大部分人的年龄都和他们的长相气质基本吻合，但也有一些只看长相再对比年龄实在是有点意外的，比如毒 Q、老蔡、巴杰斯、瓦布尔这4个人，这怎么看也是饱经沧桑的脸了。结果他4个人的平均年龄只有28.5岁，毒 Q 和老蔡28岁，巴杰斯和瓦布尔29岁，尤其是病病果实能力者毒 Q， 相比于2年前139岁一脚踢飞路飞的朵莉尔姨娘，当时26岁的毒 Q 还是被索隆、路飞给抬上马的。作为病病果实能力者，不得不说这是在生命力最旺盛的年纪吃了最病入膏肓的果实。除了长得着急的，也有看起来比较年轻的，菠萝头、小凉鞋、超帅果实的马尔科。从潮流气质、吊儿郎当的语气上看，马尔科给人一种年纪并不大的感觉，毕竟管他叫小马哥。不过马尔科已经45岁了，当年企图在雷利面前秀操作的时候才19岁。卡塔库利给人的感觉也不大，但是卡二现在也已经48岁了。相比之下，有点意外的是明哥2年前39岁，现在41岁，比马尔科和卡二小很多。但总感觉别人都是小孩的时候，明哥就已经是大佬了。小孩都长大了，原来大佬并不老。当然明哥也是老七武海里仅次于女帝第2年轻的。明哥家族的萝莉砂糖，外表年纪只有10岁，实际上真实年龄22岁。童趣果实让他在吃下果实的那一刻就停止了发育。红发现在39岁，以前一直是最年轻的四皇，这个称号还挺酷。结果时代变了，红发现在成了第2老的四皇，年纪最大的黑胡子40岁，巴基虽然和红发同岁，但是比红发小5个月，路飞才19岁。在阿拉巴斯坦之前，草帽团堪称是未成年海贼团，当时路飞、乌索普俩人17岁，微微16岁，乔巴按人类的年龄算是15岁，娜美刚刚18岁，而2年后没成年的都成年了，只有17岁的乔巴依旧未成年。所以到海贼王完结的时候，路飞成王，乔巴成年。加洛特平时都喊乔巴乔尼给乔哥，因为兔子比乔巴更小，15岁。当然还有些是只看尺码，多少是让人有点惊讶的。
像是白星和蕾贝卡这两人现在16岁就已经超进化了。旧时代的那一批强者的年龄都差不多，白胡子如果活着74岁，贺中将76岁，罗杰如果活着77岁，卡普78岁，雷利78岁，战国79岁，也只有68岁的大妈和59岁的凯多相对来说年轻一些。不愧是旧时代的一对郎才女貌。大妈给凯多予以果实的时候，玲玲姐30岁，凯多弟弟才21岁。罗宾现在正好30岁，女帝则是31岁。虽然罗宾还得管女帝叫姐姐，但是感觉性格更稳重的罗宾反而能当女帝的姐姐。海军大将目前还没有特别年轻的，毕竟除了科比生的太 bug， 藤虎绿牛世界大征兵破格直升也属于体系外，正常流程从新兵升大将还是比较漫长的。青雉至少27岁时是中将，赤犬至少33岁时是中将，黄猿至少46岁时还是中将。这两批大将的话，从绿牛能说出小姐姐和藤虎老哥这种称呼上来看，绿牛的年龄应该是比较小的。海贼王里大部分人的年龄都不是秘密，不过还有2个年龄保密的人比较让人好奇，一个是妹死巴金年轻时的克隆体 CP0 司徒西。司徒西是麦子团队第1号成功作品，而这个组织至少存在于30多年前。还有大将候补桃兔，虽然桃兔看起来很有韵味，但他和76岁的贺中将以姐妹相称，这就有点狠了。再加上即便是青雉、赤犬、黄猿这种，也得熬工龄到40才能当大将，所以桃兔已经40、50往上了也不奇怪。海贼王里男性大佬年轻时的样子，海贼王里现在的丑老太婆年轻时10之8九都是大美女，完全不是一个版本，也算一大恶趣味。而很多男性角色的变化也很大，只不过男女变化的画风还是很不一样的。由贝加朋克领导的麦子团队，年轻时的加治、奎因、凯撒都在其中，但是看到他们年轻时的样子，乍一看竟然有些懵逼。哎，哥们儿，你谁呀？年轻时的加治堪称杀马特起源，而且身材居然瘦得如此单薄。还有加治的眉毛是这样的，相比于圈圈眉，更像是尼卡路菲同款。这个精神小伙居然是凯撒，这个柔顺的妹妹头发型也是很销魂了。奎因当年的身材还很健美，不得不承认瘦奎因还是很迷人的。不过被绿牛抽脂后也不是这个版本啊，只能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还有这帮人的气质，要说是搞科研的，宁愿相信他们是五杀摇滚乐队。七武海年轻的时候，莫利亚当年的身材也很有型，脸是脸，脖子是脖子的，现在已经合二为一了。当年的肌肉线条也是99归1。不过七武海总体上还是比较稳定的。明哥年轻的时候是个超赛，身材和气质都是模特水准，这些年保持的不错。虽然现在发型不如当年精神了，但其他方面反而更精神了。鹰眼是年纪越大越有气质，年轻的时候也很帅，脸上甚至略带一些青涩。熊年轻的时候也更有型，而且头上一双熊耳朵居然觉得很萌。慎平的变化算是比较小的，除了发型发色有变化，还有就是年轻时下巴上的胡子还不是现在的一小团。老沙把老沙归为男性，目前还是很心虚的，因为除了有童年照，他中间这几十年的长相总是缺失的，老是神秘的给人一个背影。不过不得不说，老沙的发质是一如既往的好。白胡子年轻的时候一头浓密的金发还是很帅的，在和之国的时候，白胡子那会儿42岁，老年白胡子总是用头巾完全包住他的头发，原来白胡子头巾下面居然把发型弄成了和他的胡子一样的造型，不知道是不是遇到了脱发的困扰。凯多年轻的时候，凯老师年轻的时候还挺帅，不仅有点温柔，那个自信的笑容像是成王的气质，而且那会儿身材还很匀称。很多人变老都是因为身材走样，凯多不一样，看得出来凯多一直坚持锻炼，但显然是健身不练腿，喝酒站不稳的下场。海军里面，这是卡普、战国、贺年轻的时候，那会儿应该还是当新兵的阶段，非常年轻，意气风发。联手罗杰击败洛克斯海贼团的时候，卡普40岁；打败首领青椒的时候48岁，那会儿卡普的两鬓还没有变白，50岁之后就是白鬓的阶段。战国的爆炸头从小到大一直都没变过，贺中将应该是海贼王里极少数正常衰老的美女了。青雉19岁加入海军，一开始他们的教官是泽法，然后拜师卡普的时候应该才20岁左右，有点丧丧的感觉。那会儿他还不会霸气。艾特沃尔海战，青雉22岁，跟在卡普身后，已经是忠实粉丝了。奥哈拉事件时，青雉27岁，已经是中将了。赤犬23岁加入海军，那个时候赤犬穿着红色半袖衬衫，背后还背着一把刀。奥哈拉事件时，赤犬33岁，已经是中将了。黄猿加入海军比较晚，加入时已经26岁了。在和贝加朋克的回忆里，那会儿的黄猿显然还不是二舅，而是温柔的大哥哥。战逃完还是个小孩。黄猿一开始长得并不老，戴着一顶针织帽，还挺酷的。艾特沃尔海战前夕，31岁的黄猿出现，他怎么老了这么多？到了46岁中将时期，讨伐太阳海贼团的时候，黄猿就已经是60岁的脸了。难道是闪闪果实的缘故，导致黄猿后面长得太着急了点？罗杰海贼团里面，库洛卡斯的变化不是很大，只能说船一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年轻。雷利年轻的时候气质很无敌，一头金发，一副圆形眼镜，胡子很有特色，让他看起来既沉稳又显得不像是个好惹的人物。罗杰刚出海的时候也是很有少年感，虽然青涩但很清爽，起码那会儿还没有留起那两撇很像胡子的鼻毛。海贼王大佬们首次登场时的奇怪癖好，
大佬们在战场上往往给人一种正经的压迫感，不过很多强者往往也有着奇奇怪怪的作风。在他们第一次登场的时候，就给人感觉这个大佬很会整活。雷利首次登场是在巴基的回忆里，但后面正式登场的时候是被关在牢笼里，手上戴着手铐，再配上罗杰海贼团副船长的字幕，顿时感觉这老爷子在搞什么操作呀？在小小的释放了霸王色救了凯米后，雷利不慌不忙的喝酒，还坦言自己最喜欢年轻姑娘。雷利倒还挺坦诚，老爷子喜欢赌博，没钱了就用出自己把自己卖给人贩子的牛逼操作，还顺带能敲诈买家一笔。不得不说，雷利这还挺会玩。白胡子登场的时候，身边有几个穿着豹纹长筒靴、粉红连衣裙的性感护士，他们是专门照顾白胡子的护士团，而且是白胡子让他们这样穿的。原来强如白胡子也好这一口。当有人问到这些护士为什么不见了的时候，尾田居然还正经的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顶上战争之前，白胡子已经做好了死战的准备，解散了美女医疗队。白胡子一直有这个爱好，也难怪豹纹穿搭的妹斯巴金一直碰瓷儿自己年轻时是白胡子的情人了。麦哲伦首次登场的时候，一只手捂着肚子，整个人像是虚脱了一样，并说道又经历了一场恶战，坦言更想待在黑暗的房间里，因为他一天10个小时都在厕所，常年如此习以为常。麦大狱长这是拉肚子拉到自闭了，不光是喜欢吃有剧毒的东西，作为毒人自然连呼吸也有毒，基本上吃进去的东西都是毒。卡普登场的时候，老爷子当时已经5天没睡觉了，部下以为卡普任务繁忙非常辛苦，结果卡普说他一直在吃甜甜圈，就为了刷新吃甜甜圈的记录，在不眠不休吃了842个后，刚想眯一会儿就被蒙卡大佐一斧子砍翻在地，也成就了蒙卡父皇之名。红发现在在大海上自然是没人轻易敢惹的大佬，当然他通常靠面子平事儿，绝不打没意义的架，这也导致红发首次登场的时候可没咋有面子，上来就被山贼王干了一顿。山贼王表示别闹，这样有面子的人我已经杀了56个了，这才叫有面子。凯多登场，凯多的剪影早在2年前就出现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凯多长得还是相当草率随机的。得岛之后，根据阿普的情报，在基德一伙准备再战红发的时候，凯多正式登场，不过他是以自杀的方式到达，1米空岛头朝下自由落体跳楼。大佬有很多方式证明自己强大，凯多这种还是前所未有的很。海军大将们的首次登场都比较神秘奇怪，不会直接给到正脸，轻质给了一个轮廓，在海上一边骑自行车一边看路飞的悬赏令，但显然他没请假就出来了，急得吴老星到处找人，然后就是在长链岛上站着睡觉，和草帽一伙制造偶遇。黄猿首次登场也没有直接露脸，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答应给战国平事儿去，之后踩着炮弹登岛也是很飘逸，结果救生员把草帽团全放跑，超新星一个没抓。藤虎首次登场也是很神秘，帮小女孩拉回了飘走的气球，很暖。不过藤虎在得岛的第一件事居然是偶遇了索隆，然后向其问路的经典沙雕场面，之后在赌场里继续深藏功与名，因此还被一个很像佳志的人薅了头发。绿牛首次登场也是一个黑影，说自己3年没吃饭，有小姐姐喂他兴许会吃。大将的登场画风果然都不咋正经，之后绿牛的出行方式也是大将一如既往的另类风格。七武海里面明哥的首次登场相当炸裂，豆豆鞋紧身裤粉红皮草小墨镜非常的精神，再加上六亲不认的步伐，这气质力压全场，甚至都感觉后面跟着的熊是明哥小弟了。鹰眼首次登场，鹰眼算是登场很早的一个大佬了，仔细一看喜欢坐棺材出海也是很牛逼了，当时从伟大航路一路追杀克里克海贼团到东海，把一团人打得跟逃荒似的，劈了他们的最后一艘船才善罢甘休。还以为鹰眼的脾气很暴，结果鹰眼最大的兴趣就在家和狒狒一起种地，做点饭喝点酒的平淡生活，不会轻易发这么大脾气。克里克到底干了什么才把这么一个人给惹急了的？海贼王里那些油盐不进的真反派，海贼王里的大多数反派坏归坏，但是他们在意志、羁绊、实力、颜值上怎么着都得占至少一样。老沙不怕下线早，沉淀沉淀再来搞，明哥自知有多坏，骚粉皮草眼镜戴，其实都是刻画很成功的坏蛋。但要说真的是纯纯的坏到极致，老沙明哥这样的还真不算。东海的海贼提督克里克这种才是正儿八经来当坏蛋的，作为船长居然可以对手下痛下杀手，不管阿金死活，这是无情；利用山治的善良和道义骗吃骗喝，然后出尔反尔，这是无义。当然作为反派也不要求多么有情有义，实力颜值起码占一样吧，克里克一样也不占，除了身上的铠甲锃光瓦亮，全身确实没有任何闪光点。而且克里克是怎么把鹰眼这种心如止水的人搓成滔天巨浪的？不管是因为当面嘲笑鹰眼用黑刀叶划船还是什么，能把鹰眼惹到这个份上，不惜一路疯狂划船从伟大航路追到东海，其操作那是可想而知的讨厌了。查尔罗斯胜这个出镜率很高的天龙人，基本上就说明了为什么一定要灭掉天龙人，经常强民女，在香波地群岛想要霸占民女护士，还对其未婚夫开枪。最搞的是他的绰号叫英俊的查尔，自封的吧。查尔罗斯胜作为最典型的天龙人，对其他人基本上可以说是视如玩物，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抢夺或奴隶的方式占有。当时当着路飞的面枪击小巴的时候，路飞一拳就过去了，只能说这一拳大快人心。斯潘达姆作为前 CP9 的长官，倒立值只有9，而普通的海军士兵是10。不管怎么说，作为反派，菜是原罪。
担任 CP5 长官的时候，利用弗兰奇的战船攻击司法船，然后栽赃给汤姆，被弗兰奇打上面门，从此以后就只能戴个面具，算是罪有应得。司法岛时期疯狂虐待罗宾，还不慎发动了屠魔令，但是他后来毫不在乎，为了确保自己的仕途，士兵全都死在这里也无所谓，甚至还把锅通通甩给了 CP9。在草帽一伙被梅利号接走后，还假托海军大将青雉之名对草帽一伙进行报复，最后被罗宾打成了猪头。黑炭大蛇，首先和之国虽然是凯多和大蛇一起酿下的恶果，但是且不说凯老师想创造的世界对不对，起码凯老师还是有点追求。大蛇主政和之国纯粹就是收刮民脂民膏骄奢淫逸了，一颗幻兽种8期大蛇形态果实硬是给玩成了砍头果实。虽然也有说黑炭大蛇为什么会憎恨光月家族与和之国，但相比于同样极端生恨的明哥，大蛇却不是个合格的反派。明哥因为恨出了霸王色，而大蛇只剩下个色了，所以还是那么一点，作为反派菜是原罪，而且他还没有枭雄该有的气质。霍迪琼斯，如果一个反派跟极端挂上钩，那他基本就离无情无义不远了。同样是种族主义者，阿龙起码不会对同胞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但是霍迪会除掉人类，包括鱼人所有违背自己意愿的人，甚至拿手下当挡箭牌，连乙姬王妃也敢暗杀，简直是走火入魔了。而且虽说鱼人和人类有矛盾，但霍迪本人并没有受到过人类的迫害。当然，霍迪也是伟大航路篇章里最菜的篇章 BOSS， 没有之一。在水里被索隆一刀秒，嗑了药也是被路飞一拳打飞的水平，只能靠鱼人的优势作2下了。所以其实海贼王里大多数反派都可以找到他身在反派这个位置上很合格很有魅力的地方，甚至有些东西能和正派共情。而且还有些人就算作为主角团的对手都不能称之为反派，其魅力已经大过立场。但是以上几个真是想破头都想不出有什么作为反派的亮点，称之为从头到尾都讨厌的真反派也不过分。伟大航路混几年，堪比整容换张脸。在这片神奇的大海上，仅仅一些操作都可以让一个人直接换头，更不要说阔别一段时间或者多年的人了。这段时间你经历了什么？大概只能用这句话感叹他们的变化。科比和贝鲁梅伯的变化可以说相当励志了，两个长得根本活不过3级的脸，在卡普的训练下完成了极限蜕变，个子高了，气质帅了，这都不只是换头，直接是连人都换了。也难怪科比不自报家门，路飞索隆就认不出来是谁。然而从和科比分开，路飞索隆到司法岛结束也就1个月时间，就像路飞说的，就算成长期也得有个限度吧。从路人变大佬的还有红发海贼团的几个干部，除了红发贝克曼耶稣布变化比较小，但是气质比12年前更帅了之外，船医本乡、航海士本迪克斯内克、战斗员莱姆宙斯、音乐家朋克庞志，还有他的那只猴子，都可以在12年前的风车村找到当年的他们。要不是一些标志性的特征，还真的很难认出来。当然只有垃圾路的外形除了变得魁梧了，其他的那是一点没变。这些靠时间的怎么着也得经历一些磨练，还有一些是立竿见影的。亚尔丽塔靠一颗花花果实完成颜值逆袭，连路飞见了都称呼其美女，也是仅有的一次了。除了恶魔果实的力量，山治也可以负责给人换头，一套整容踢下去，画风直接变卡文迪许。海上列车的那个拉面人旺泽，还有后来的迪巴鲁，真是被踢得连亲妈都认不出来了。但是整之前很丑，整完之后已经很努力的在向卡文迪许靠拢了，可是怎么感觉还是帅得这么油呢？跟卡文迪许比，那也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草帽团里相比于少了几分稚气，多了几分成熟，更多的是偏向于塑形。索隆是越来越强壮了，主要是路飞和乌索普比以前确实有型笔挺了。而娜美罗宾的变化就更大了，大了不止一个 size。有些整容纯粹就是动画组的锅了。虽然马尔科确实长得像菠萝了一些，但首次登场的时候给他弄成了一头黑发，正和伙伴一起傻笑，谁能想到这货居然是白胡子的一队队长。后来马尔科就变得越来越帅了，还有罗宾的肤色也给上错了。不过罗宾的经历倒也圆了动画组的锅，以前在阿拉巴斯坦2年期间在冰天雪地的劳动王国，后来受到了龙的关照，也不像路飞他们需要风吹日晒，顺理成章的2年后变白了。而四皇大妈的颜值变化可以说是过山车式整容，小时候的大妈也不算丑吧，倒是有点可爱，但是说多漂亮也不至于。没想到20-30岁时期的大妈变得这么漂亮，而且身材还变得1级棒了，只能说小时候有点婴儿肥，后来长开了。一开始只是 SBS 里出现过大妈28岁时期的侧脸，后来大妈婀娜的身材也在回忆里频繁出现，然后洛克斯海贼团时期的正脸也确实很漂亮，只不过后来因为42年间造了85个孩子，就算再好的底子也经不起这么造啊，颜值身材直接就废了。过山车式整容的还有和之国小忍，只不过他和大妈正好相反，最开始小忍算得上和之国的大美女之一吧，被称之为魅惑女忍者、少男杀手，后来因为成了叔叔果实的熟女，当然她自己也是这么称呼自己的，虽然依然留着斩男的双马尾，但显然已成2头身的比例。多亏了绿牛把其身上多余的养分给榨干了，小忍重回青春容颜和苗条身材，就很棒。充满神奇的伟大航路，对有些人来说是整容医院，对有些人来说是健身房，对有些人来说是发廊，再加上有整形专家山治、塑形专家绿牛这种人的存在，在伟大航路混几天，想不变点什么都难。海贼王中开始看似挺强，后来垮掉的一批人，有些人长得像个水果，却把把都能在高端局里闪亮登场，
有些人长得像是会打高端局的，后来却只能被人家砍瓜切菜。这种的代表人就是斯摩格，一代版本一代神，代代版本血眼鬼。最早登场的自然系被艾斯评价为你我五五开，前半段一直摁着路飞走，曾经的辉煌不用多说。但是2年期间，当所有人都在默默努力变强，2年后脱胎换骨的时候，不知道烟鬼有没有感觉自己被世界抛弃了一般，在新世界直接来了个4连跪，1战输罗，2战输凯撒，当然这个是和达斯奇换了之后有情可原，3战输维尔哥，4战输明哥。曾经引以为傲的自然系烟雾果实被明哥织毛衣果实给秒杀，拼霸气也自然玩不过明哥、维尔哥和罗，所以斯摩格追路飞，对称卡普追罗杰。现在来看，爷爷永远是那个爷爷，斯摩格不再是以前的斯摩格了。月光莫利亚，23年前27岁的莫利亚和36岁的凯多在和之国打了一架，两人都算是进入了巅峰期的状态，虽然结果也是莫利亚以惨败收场，但是那个时候莫利亚体型还算正常，能跟凯多 battle 一下。后来因为失去伙伴备受打击，荒废了自身，在恐怖3翻船，要不是靠着奥兹和果实能力还算强，莫利亚本身是真的菜。要知道4档路飞在凯多面前也是挨秒的份儿，很难想象当年可以和凯多正面较量的莫利亚经历了何种程度的荒废。福兹福凌空六子作为黄团的2流干部，赏金最高的福兹福 5.76 亿，最低的佩吉万也有 2.9 亿。其实整体来看发挥的中规中矩，不过福兹福作为凌空六子的头牌，慎平打他那叫一个游刃有余，几乎没有什么挑战性。只不过慎平边聊边打多拖了几招，不然感觉慎平2拳放倒福兹福也是手拿把掐，毕竟梅花皮把人家的纸枪都给怼折了，实在是绷不住了。还有就是福兹福一直想挑战3灾，争夺大看板的资格，在和慎平的战斗中也是喜欢嘲讽对手，给人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CP 0小队长 CP 0被誉为天龙人最强的护盾，这头衔属实挺大。而且德岛登场的小队长等人穿着怪异，通常像这种怪异神秘的人一般是深不可测的。斯图西、路奇卡库先不说，那个戴帽子的小队长起码有点东西吧，现在来看有点东西但不多。在鬼岛的 CP 0的战力实在是这样，2打2德雷克阿普让阿普给跑了，打德雷克也费了不少劲，然后又是2打1打人家乙藏，被乙藏给极限换了一个。小队长登上屋顶后又是祭出了铁块，然后就记了，让人想起了夏洛特欧文学白胡子挡船。所以就 CP 0小队长这实力还要蹲罗宾，想屁吃。不过斯图西和加强后的路奇卡库还算可以吧。海军大将老3大将可以，不过随着新世界的怪物们越来越强，大将的统治力在明显减弱。从2年前青雉、黄猿、赤犬老3大将登场，到2年后藤虎登场、绿牛登场，倒也不是大将的实力在减退，在与海贼势力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就感觉现在只派一个大将出来平不了事儿了。甚至到绿牛这里，虽说也没有咋动手，但气势上已经先垮掉了，和当年黄猿横扫香波利群岛那种表现真的是云泥之别吧。基德，说实话，基德在拿到30亿赏金的时候，确实给了人一点支棱起来的错觉，至少感觉他比以前更强了。基德垮掉主要还是因为过于莽了吧？你说他选谁不好，又选红发单恋，而且2年期间让人给卸一条胳膊，大概率也是被秒。现在支棱起来了还是被秒，合着这么长时间就是主打一个白玩。虽然罗那边也是被黑胡子打败了，但路飞、基德、罗3个30亿，总感觉基德最垮。所以海贼王里看起来弱的他未必弱，看起来强的也未必后面强，但一直强的那就是真的强。海贼王中开始看似不强，实际上很强的人。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有些人上来看起来不是很强，但后面所展示的实力和他的第一印象不说2级反转，那也是差别很大。说到这个，第一个想说的就是罗杰，当然这个是我的主观第一印象，一开始就感觉罗杰长了张路人脸，当时就想罗杰能当上海贼王自然有他的实力，但总觉得罗杰穿了身海贼们最常穿的衣服，戴了个海盗帽，扔在海贼堆里根本就不显眼。直到后面罗杰的事迹慢慢丰富，比如在空岛上留下罗杰到此一游的碑文，轻松拿捏和巅峰雷利平分秋色的巴雷特，一刀劈飞光月玉田，原地接白胡子的俯冲劈砍，罗杰的那张路人脸才渐渐的成为了天花板的标志。不瞒你们说，片头要不是旁白说他是海贼王，我就以为是个被处刑的某个小海贼。卡文迪许，海贼王里通常不允许这么漂亮的男人出现，还很臭美，虽然很特别，但刚开始对他的实力存疑，也不会想到他后来成为了草帽大船团1号船船长。后来看卡文迪许的确是草帽大船团里最能打的了，一旦开出第2人格，那就是敌我不分，嘎嘎乱杀，吓得巴托睡觉的时候也得用铁链子把他捆起来。第2人格也是轻松秒杀明哥干部德林杰，而德林杰其实也算明哥手下不弱的一个干部了。卡文迪许如果能和自己的第2人格和平共处，或许会更强，当然这也不是不可能，乔巴曾经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暴走形态。花之冰五郎，第一印象就是工地里一个矮小瘦弱奄奄一息的老头，不过越是这种人才越有可能是真的大佬，毕竟雷利当时还自己把自己卖给人贩子被关了起来，只不过冰爷缩水严重，实在是远没有当年的气质了。当年的冰爷也是和之国最有威望的黑帮大佬，是光月玉田非常仰慕的人。路飞能打赢凯多，冰爷也是功不可没，首先就是教会了路飞使用流动的霸气，然后老爷子也可会摇人了，一声号令几千武士轻轻松松。老沙被路飞早早打败到现在还能混得风生水起的，老沙可以说是极个别，非要说那巴基也算吧。
论战绩的话，老沙在阿拉巴斯坦被空岛路飞打败，就这条件，以后还在新世界混什么？不过海贼王里面有2个非常奇怪的人，一个是谁都打不过，就打路飞来劲的斯摩格，一个是遇到路飞就麻爪，但跟谁都能五五开的老沙。所以老沙就是当你觉得他狼狈的时候，他一句撒西布利达那，突然再给你来一个单臂挡鹰眼，拦腰斩赤犬的操作。另外，老沙因为吃了登场早的亏，所以强不强还不能全看战绩。老沙的谋略让他事半功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案例索隆，忍辱负重，梦想是成为世界第1大剑豪；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案例老沙，直接招募世界第1大剑豪。牛不牛逼，惊不惊喜？超新星怪僧，当年的超新星成的成，败的败，目前为止只有怪僧的戏份最少了。怪僧是当时超新星里面赏金最低的一个，1亿0800万，刚刚过线。而且长相怎么说呢，就感觉这货不强。然而他2年前在香波利群岛是唯一一个单挑揍趴和平主义者的超新星，虽然也没有完全打败，但怪僧好像一直都领先其他同学一步。在路飞去蛋糕岛之前，怪僧就打败了大妈的第4将星斯纳格，这哥们儿赏金6亿，随后被大妈除名了将星。然后怪僧在饼干和复仇大军的围堵下还跑了。后来怪僧一直是在空岛养伤修行，感觉他现在应该挺牛批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他登场。其实像这种扮猪吃虎的人不少，路飞这种人畜无害的长相，当时魔古镇酒馆里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戴草帽的小子居然值1个亿。所以如果开始怀疑一个拿鼻毛当胡子的人会不会打架的时候，那第6感可能是在提示你，这个人很有可能下一秒就要拔出刀来要秒人了。真海贼黑胡子有多少个仇家？海贼王里有2种职业最难做，一个是海军元帅，一个是真海贼。黑胡子是真心当海贼，倒还挺敬业的，不过出来混迟早要还。正因为他是个真海贼，也没少得罪各路强者。看他有多少个仇家，就知道黑哥以后的下场会有多舒服了。首先路飞萨博肯定是要为艾斯报仇的，艾斯的死和黑胡子脱不了干系，而且黑胡子当时本来是要抓赏金刚刚到达1亿贝利的路飞的，艾斯算是给弟弟扛了个雷，路飞不会不报此仇。萨博对黑胡子的仇恨还不止这一点，黑胡子也得罪过蒙奇地龙的革命军，得到之后巴杰斯跟随革命军的船只偷渡到了其总部巴尔的哥，然后黑胡子带人和巴杰斯会合。众所周知，黑胡子从来不讲什么武德，偷袭了革命军的基地。不过革命军的基地虽然被摧毁，不过人都早已安然撤退了。蒙奇蒂卡普对黑胡子的仇恨也不止一个。作为爷爷，艾斯是黑胡子抓的；作为海军，黑胡子太过嚣张。最重要的是，现在卡普的徒弟克比也被黑胡子给抓去了。如果卡普只是给黑胡子一拳，那远远不解心头之恨。这么一来，黑胡子是把蒙奇蒂家族一家老小都得罪一个遍了。白胡子海贼团，他们对黑胡子也是血海深仇，甚至比路飞对黑胡子的仇还大得多。除了艾斯和萨奇的事儿，白胡子最终也是死在了黑胡子海贼团的手上，并被抢夺果实。马尔科目前是回到了白胡子的故乡，不过最后涉及到草帽团对战黑团的战争，小马哥未必不会再出山。大妈海贼团，黑胡子嚣张得很啊，嫌自己惹的势力还不够多，又把布林给抓走了。卡二那帮妹控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红发海贼团，红发和黑胡子恩怨就不用多说了，顶上战争就要拉开架势干一仗了，最后也免不了一场了结之战。雷利和女帝这边，老黑之前抢甜甜果实破坏女帝的国家，这回也是结结实实把雷利和女帝给得罪了。最后的巨大战争，雷利和女帝站哪边出力，估计也是不用想的事儿。罗这边，罗团之前在胜利岛和黑胡子交上了手，打的也是热火朝天，2个海贼团的梁子也算是结下了。罗就地肯定是解决不了黑胡子，但是有朝一日罗一定会再搞老黑一波。别看罗平时脾气还算好的，他可是很记仇的，问问明哥就知道了。波尼目前跟草帽团混的，2年期间他也被黑胡子抓到过，受黑胡子的调戏和侮辱，跟着草帽团干黑胡子应该问题不大。莫利亚，他对黑胡子也是有杀害伙伴、掠夺果实之仇，甚至还专门去蜂巢岛去找黑胡子报仇，现在被黑胡子给控制起来了。有机会的话，莫利亚一定也会背后捅黑胡子一刀。白二世，白二自称是白胡子的亲儿子，虽然真的很难让人相信，不过不论真假吧，白二和黑胡子倒也算仇家，至少他自己以为黑胡子是他的杀父仇人。海军这边，黑胡子2年前坑了海军一把，还拉拢推进城6层的凶恶囚犯壮大势力，把战国气得肺快炸了。推进城的叛徒溪流在黑团身居高位，原海军大将青雉不知道具体出于什么原因倒戈黑团，也让世界政府很在意。别的一些间接的势力就不说了，黑胡子真的是拉仇恨无敌，凭一己之力得罪了几乎整个海贼世界。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路飞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盟友，看来以后想揍黑胡子的人那都得排队了。海贼王中那些比老大还牛批的小弟，一个海贼团最风光的往往是船长，不过有些小弟干的事情却能让他们老大都望尘莫及。路飞的小弟巴托洛米奥，巴托这一路都堪称是奇迹，相比路飞一路坎坷，巴托不带航海士，全靠给乡下奶奶打电话咨询，就闯入了新世界，见到了自己的偶像。这还不算啥，巴托干的最牛逼的事情就是把自己老大的引路人四皇红发的海贼旗给烧了，还换上了草帽团的。这种嚣张程度等于是骑在红发的脖子上拉屎，这事儿还让红发给知道了。整个海贼世界有几个人能干得出来的？不过以路飞的性格，等他知道这件事后，应该会捧腹大笑，感叹巴托很有趣吧。
凯多的小弟杰克。得岛结束后，靠船王杰克干了一件凯多没想到、明哥没想到、连海军都没想到的一件事儿，靠战国腾虎鹤的船解救明哥。虽然平时拿杰克靠船当个梗，不过杰克当时还是以全身绷带的代价击毁了海军的2艘军舰。然后杰克觉得这次靠的不爽，接着又去靠相主，让相主一鼻子甩海里了。因为是个吃了果实的渔人，然后就4平8稳的躺在海底等老大来捞。凯多来了跟杰克讲，以后出门在外千万别说我是你老大，正所谓是虚假的百兽船长凯多，真正的百兽扛把子杰克。巴基的2个小弟老沙和鹰眼，和之国篇结束后，巴基阴差阳错的混上了4皇，而三哥成了皇父的最佳人选。这件事儿老沙起初也挺郁闷的，明明是我传的局，到头来我从沙鳄鱼变成沙师弟了。不过将计就计，有个顶包的冤种也不错，老沙和鹰眼也就顺水推舟的把巴基捧成了首领。这也就造就了海贼王里为数不多老大可以随时被2个小弟暴打的奇观。不过巴基这也不算唯一，当时隔壁还有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4皇，也被船员暴打了一顿，关在了笼子里。索隆的2个小弟约瑟夫和强尼，当索隆还只是个小有名气的剑士的时候，2人就已经被称之为刀神和剑圣了。当索隆老大被鹰眼侮辱的时候，约瑟夫、强尼再也不隐藏实力了，拔刀就要上去了结了鹰眼。路飞，你就这样按住我吧，不然我会忍不住杀了米霍克。从此鹰眼就乖乖在家种地，再也没来过东海。克里克的小弟阿金，前面几个多少有点荒诞，但是阿金感觉他是真的比他老大克里克厉害。阿金在海上餐厅打得相当自如，无伤秒折谱，放水擒山治，一招碎盾牌，当时还要1v2山治加路飞。在老大克里克最后暴走的时候，阿金没用武器，一拳就把克里克哄睡了。这还是在阿金被毒气重创之后，感觉阿金出于良知，全程都在收着打，就这还1v4全胜。所以一直以来，阿金的再次登场被翘首以盼，不仅仅是当初的一句伟大航路再见的约定，还想看看阿金这种开局就拿 MVP 的人，如今究竟成长到什么地步了。娜美的3色霸气和6式体术，娜美可以说是海贼王里最低调的人，因为这种精通3色霸气加6式的强者居然混在胆小组里面。那么就首先来看看娜美的3色霸气强到什么程度。见闻色霸气在娜美这里也叫见钱色霸气，娜美对钱的敏锐程度不输于路飞闻到肉，索隆闻到酒，山治听到女人的呼救。普通见闻色发动的时候，眼睛会闪烁红色，而见钱色霸气眼睛则是会变成贝利，并施加全套增益 buff。武装色霸气，虚假的铁拳卡普，真正的铁拳娜美。橡胶路飞、硬汉索隆、金刚狼山治这3个怪物体质，一旦沾到娜美的拳头，便纷纷破防。相比之下，什么4皇、皇父、七武海都是弟弟。铁人弗兰奇一逼斗干出鼻血，骨头布鲁克也能打出肿包，这是什么级别的流鹰？霸王色霸气，霸王色在娜美这里也有另一种叫法，叫做幸福之拳，见者有份，一击必杀，光速清场。当然霸王色的话，略有实力的人可以免遭此劫，幸福之拳也差不多，主要是用于清场山治们。另外，娜美也已经完全掌握了霸残加流鹰的输出方式，因为在和之国遇事，娜美隔空击飞了山治，看样子山治受了严重的内伤，鼻血横流，倒地不起。除了3色霸气，6式体术，娜美更是样样精通。指枪，普通的指枪只会让对方感受到皮肉之苦，而娜美的指枪会直接给人心理上的创伤和压迫感。路飞、索隆面对 CP9 的指枪尚可挺住，但面对娜美的指枪，他们却毫无还手之力。除了这个，娜美的指枪还可以用来砍价，不得不说，这么强的招式用在普通人身上，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蓝角，娜美平时倒不怎么对其他人用这招，不过经常不懂就问的布鲁克是没少挨了娜美的蓝角。娜美的蓝角甚至成了布鲁克的专属，经常就是二话不说，一脚就甩过去，一击必杀，而且会配合霸气一起使用。指挥，使用者的身体可以像纸一样柔软，躲避攻击，是见闻色的初级用法。在恐怖3人帆船，娜美也是在双脚不移动的情况下，熟练躲避阿布萨罗姆的强吻，强吻如雨下，却能滴水不沾身，可见娜美当时的指挥实力已和见闻色无异。跃步，使用者利用脚力腾空，并可以在半空闪躲腾挪。同样是在恐怖3人帆船，娜美拽着乌索普躲避僵尸的追击。跃步一般是自己独用，娜美当时带了个乌索普，增加了体重，只能勉强用出走样的跃步，不过也可以和袋鼠僵尸 battle 一下，实属不易了。看来娜美其实也是精通跃步的。T， 使用者瞬移到对方面前发动突然一击，在进入和之国的时候，因为路飞在船头肆意飙船，娜美曾对其使用过 T， 这招应该是娜美手拿把掐的。铁块，在鬼岛，润提说自己的头最硬，娜美第一个不服，面对润提的头锤，路飞被顶得翻白眼了，乌索普头骨粉碎性骨折，他俩都扛不住，然而娜美却结结实实的挨了润提的蓄力一击，而且还是加了武装色硬化的。娜美居然没有白眼，立刻就清醒了过来，完后还能挣扎。虽说6式学5式，铁块不要学，这是个宿命技，不过以后只信卡普和娜美的铁块了，别人的铁块只能说没练到位。看来路飞、索隆、山治、慎平4大主力为什么听娜美的？娜美为什么是船霸？海贼王为什么叫航海王？路飞为什么是海贼王的男人？一切都迎刃而解了。OK， 本期内容就这么多了，以上内容纯属当真，切勿娱乐。草帽团普通的一天，凌晨5点，天还没亮，这个时候伙伴们大多都还在熟睡，索隆刚刚睡下不久，不过他很快就会起。
5点准时起床的山治简单检查了一下船上的情况，就去厨房为大家准备早餐了。路飞被饭香熏醒，第一个坐在餐桌前喊着开炫开炫。即便是早上，路飞也嚷嚷着要吃大肉，山治也会满足他。其他伙伴也陆续起床迎接崭新的早晨。今天的早餐主食是三明治。早上8点，大家吃吃喝喝打打闹闹，聊完天就到甲板上放风。在布鲁克拉奏的轻松旋律中，路飞、乔巴、乌索普新的一天精力充沛，在甲板上疯玩。罗宾日常照料自己养的花，娜美挑选自己今天的装扮，山治和索隆在厨房洗盘子，弗兰奇在能源室里给船添加新的可乐。船慢慢的前行，开始了一天的休闲航海。上午9点，今天天气很好，娜美、罗宾在甲板上晒日光浴。山治精心准备了爱心饮品和甜点，随时往娜美、罗宾那边送。索隆只要是清醒的时候都在锻炼。路飞坐在自己的特等席上钓鱼，今天的海面异常温柔，快把路飞摇睡了。乔巴在船尾发现了不远处有一个漂浮的椰子，乌索普和弗兰奇比赛射击，最终乌索普取得了今天的小小胜利。上午10点，罗宾坐在餐厅看书，山治一边整理食材准备午餐，一边为罗宾酱冲泡上一杯暖暖的咖啡。乌索普在专心搞他的稀奇古怪的发明。喜欢游泳的娜美正在享受自己的泳池时光，而其他男生们在玩一种很奇怪的游戏——虚拟宴会。弗兰奇在假装自己吃大餐，其实啥也没有，但看着其他人居然口水横流。弗兰奇表演完收到了大家的赞许，好沙雕，估计他们是饿疯了吧。就这样，他们沉浸在了自己的沙雕的虚拟世界里。中午12点终于开饭了，午饭山治准备的非常丰盛，因为他们下午要上岸玩了，要好好补充体力。另外，山治也提前准备了每人份的海贼便当，以便路飞他们随时开吃。下午1点，一个懒散寂静的午后，突然觉得好困。草帽一伙有些人都有午休的习惯，索隆坐在外面就打起了瞌睡。弗兰奇带着乌索普、布鲁克、乔巴检查了一下船，之后乔巴要睡一下午觉，弗兰奇坐在甲板上冥想，娜美要去日常绘制一下海图。下午2点，路飞饿了，山治在甲板上支了一个烧烤摊儿，给路飞烤肉吃。索隆还在懒洋洋的昏睡，其他人则来到甲板一起打排球。下午3点，草帽一伙来到了一座度假岛，娜美、罗宾上岸后一如既往的逛街购物，完后大家一起在岸边开始海岸派对和下午茶时光。山治大部分时间都是陪在女士身边端茶倒酒，其他男生就是一起嬉戏打闹。下午6点，大家都玩尽兴了，回到了船上。天色黄昏，草帽团每周一次的横纲大赛开始了，本次选手是路飞和弗兰奇。在大家的加油助威下，双方进入制胜环节，结果双双被娜美终结。这周的横纲得主是娜美。夜幕降临之前，山治已经做好了饭，煲好了粥，今天他又研制了一些好吃的东西，等伙伴们来品尝。晚上7点，晚饭时刻到了，大家又聚在一起，愉快欢闹的进餐。从黄昏到夜晚，充实欢乐的一天快要结束了。索隆爬到瞭望塔上，又开始了高强度锻炼。精力充沛的路飞他们继续在甲板上钓鱼或者玩闹，甚至还给山治要夜宵吃，因为路飞一天至少要吃5顿饭。山治准备了披萨给他。晚上的时间大部分属于个人，罗宾可能在顶层图书馆看书，弗兰奇可能在工作间搞发明，布鲁克可能在甲板演奏音乐，娜美也许在浴室泡澡之类的，大伙各做各的。从晚上9点到凌晨1点，有人陆续进入梦乡，只有索隆要在健身房里待很久，通常要锻炼到凌晨4点。深夜的大海无比寂静，不过有索隆在上面，大家可以安稳入睡。草帽团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山治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异性缘，要说异性缘的话，路飞敢说第一，山治第一个不服。只不过山治的异性缘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山治奇特的异性缘在阿拉巴斯坦开始，当时路飞跟之前不在场的山治描述他们刚刚结交了一个奇怪的朋友，山治只风轻云淡地说自己对人妖不感兴趣。没想到山治这开光嘴，不久之后山治就对上了这位新朋友小冯。在吃尽了人妖之苦后，两人留下了一段小小的友情。这事儿本来就这么过去了，山治也没想到能跟人妖还有什么牵连。香波地群岛，熊非常贴心地帮山治实现了一个心心念念的愿望。山治的新去处景色宜人，岛上呢怎么说呢，全都是异性，这就是山治的异性缘为啥可以媲美路飞的原因。路飞拥有一个岛的桃花运，山治说谁不是呢？毕竟卡马巴卡王国被誉为第2女儿岛，但真实情况只有亲身体会过的山治才能明白。路飞在女儿岛没待多久，山治却在这里一待就是2年。山治学会了月步和神经质见闻色各种加速和躲避的技能，并将自己2年后的一个新技能命名为地狱的回忆。在一帮异性朋友的护送下，山治重回香波地群岛。山治毫无留恋，再见再也不见。在得知路飞和女帝认识后，山治心态瞬间崩溃，嫉妒使人面目全非。如果可以，山治高低得找熊倾诉一波，为什么只有我的梦想货不对版？2年后，命运给了山治一些补偿，第一站就是愚人岛，山治的奥布路。不过山治还没有尽情享受多少愚人岛的福利，就差点被压抑了2年的鼻血一波带走。又是多亏了山治的开光嘴，他千想万想都没有料到这里居然也能遇见自己的故人。在山治失血过多命悬一线的时候，乔巴找来了2人妖给山治输了血。知道真相的山治上蹿下跳，情绪几近崩溃，真是造化弄人。山治最早只是说他对人妖不感兴趣，结果到了这里，山治的身体里已经流淌着人妖的血了。
到了和之国，这里可算没有山治避而远之的人妖了。可是他的那种奇奇怪怪的异性缘并没有终结，因为这里有女装大佬小菊。小菊是个男儿身，自称武士。但和之国最后泡澡的时候，小菊一个纯爷们儿是在女澡堂泡的，所以小菊的定位是以男儿身自称武士，而内心是个女生。但不管怎么说，在不知情的山治的眼里，小菊一直是位美丽的 lady， 曾多次对小菊袒露浓浓的爱意。索隆、路飞、乔巴是先后知道了小菊是男人的，山治就一直蒙在鼓里。这一次可没人强迫山治，是山治自己选的。已经可以想象到路飞漫不经心地说小菊是个爷们儿的时候，山治那种精神崩塌的表情了。其实山治一直以来的异性缘确实不错，在战斗对位中就有多位女性对手，只不过他栽也栽到这上面。司法岛被卡利法一脚命中下路，德岛被紫罗兰的高跟鞋命中上路，鬼岛被黑玛利亚骗进来杀。怎么说呢？别人的异性缘都是赏心悦目，山治的异性缘多少有些惨不忍睹。总是跟山治开命运玩笑的有两种东西，一个是他的悬赏令照片，一个就是迷惑的异性缘。在这方面，山治是输家也是赢家，因为山治曾经有过一段两厢情愿的真挚感情，那就是布林。在各方面两人都很搭，只是山治不知道的是，布林剪掉了他们那晚的回忆。后来布林拳打了欺负过山治的尼治和永志，在那场黑暗的血色婚礼中，美丽的公主对王子动了真情。海贼王中那些打不坏的无上神器，海贼王里最坚不可摧的东西是顶级断刀匠的快刀吗？是灌满霸气刀枪不入的身躯吗？都不是，而是那些平时根本不起眼的东西。果实能力者的衣服，这质量杠杠的，可以看到有果实的人和无果实的人，他们穿的简直就是两种衣服。没有果实的人的衣服会正常破损，而自然系能力者的衣服不管烂成什么样都能立刻复原无恙。尤其是海军的无上大外套，老三大将都是自然系，他们的外套也和自身合二为一了一般，不管被穿几个洞都能变得完好如初。如果说这是自然系能力者的一项不用买新衣的福利，其他系的能力者更屌，他们的智能衣服能根据自身的状态变大变小，自动调节为自适应模式。所以比恶魔果实更神奇的是，这些防火耐寒抗雷电的无上大外套。弗兰奇的无上大胖子，2年前弗兰奇的内裤被抢走时，他说自始至终他就这一条，当时都惊了，就算全程裸奔他都不愿意再去买一条，可见这对他的意义。当然这条胖子在弗兰奇差点粉身碎骨的时候都没有坏，可见这无敌的质量。这条伙伴30年如一日穿在弗兰奇的身上，2年后不知道是换了还是染了个色儿，感觉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山治的无上大西装，山治虽然不是能力者，但他的西装质量是真好，就是甚至人都被打成灰了，西装修修补补还跟新的一样。还有山治用出恶魔风脚的时候，踢的对手滋滋冒油，自己的裤子和皮鞋还好好的，这质量都可以媲美用记忆金属做的战斗服了。鹰眼的菜板，鹰眼出去是剑豪，回来是农民，在家是厨子，黑刀、镰刀、菜刀3样可以无缝切换。鹰眼手底下的菜板也不容易，不过这个菜板也可以吹一辈子了，不卑不亢，承受过世界第一大剑豪的斩击，毕竟能凭血肉之躯扛下来的也只有巴基大神可以做到。路飞的无上大黑拖，头顶高光草帽，脚踏低调拖鞋，是路飞万年不变的穿搭。路飞的拖鞋确实也损毁过，被老沙给沙化了，不过随着路飞变强，他的拖鞋也像名刀一样被霸气淬炼着。德岛缠武装色登明哥，鬼岛缠霸王色登凯多，怕不是哪一天路飞真把自己的拖鞋练成了黑拖。黑刀不止一把，可黑拖仅此一家呀。明哥的无上大眼镜，明哥的本体是眼镜已经实锤了，因为眼镜不碎明哥不贵，眼镜一碎明哥必贵。但明哥的眼镜质量也很硬，从小戴到大。路飞的无上大黑拖登过来的时候，明哥脸加武装色防御，人都被蹬出去几十米，眼镜没事儿，只可惜后来用正脸接了4档，眼镜终于废了。不过仔细一看，明哥的眼镜镜架并没有损坏，只是镜片碎了。没过多久，明哥的眼镜居然就修好了，这都行。要问路飞4档大猿王枪什么实力，只能说不如明哥的眼镜。这就是海贼王里几大质量无敌的无上神器了，纯属娱乐，切勿当真啊，兄弟们！想要变强，还是要遵循凯老师的意见，修炼霸气，强身健体。海贼王那些有趣的最早设定，首先来看一下 CP9 的设定雏形。卡库本身的鼻子还很正常，雄狮未取那会儿还叫阿波罗，狼人加布拉那会儿还叫夏奇因。其他人在形象上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和草帽团的对位情况有很大调整。除了陆奇对战路飞，未取对战乔巴，这俩没变。卡利法对战的是罗宾，猫头鹰对战的是娜美，卡库对战山治去了，加布拉对战索隆，索隆山治的对手等于是调换了。然后布鲁诺对战乌索普，这里面甚至没有弗兰奇什么事儿。看来司法岛的剧情和初期设定有很大出入，进行了很大改动。这是最早的 CP9，而最早的草帽团用现在的认知来看更离谱。最早的乔巴是有着斑马的条纹、鹿的角、驴的脸的某种奇特的生物，这长得有点异类，甚至猥琐了。主要是这只乔巴还会抽烟，现在的乔巴抽到山治的烟可是会被呛到的，这种反差感就感觉很搞笑。后来就变得比较正常了，但和现在比还是差别很大。当然还有一些怕死掉的小设定，像是罗宾用花花果实在乔巴的后脑勺上长出了一张脸，因为过于惊悚就废了。回过来再看最早的草帽团，路飞身后有一个长相酷似黑胡子的哥们儿，
仔细一看，这哥们儿原来是乌索普，狙击手的职业没有变，不过直接挂名了副船长。乌索普是副船长，那索隆呢？索隆仅仅只是个战斗员了。在更早的构想中，索隆甚至都不是草帽团的一员，而是巴基的其中一个小弟。看来索隆在设定中也是一步一步的那么励志。接下来就是前后形象上差距很大的设定。众所周知，黑胡子海贼团的颜值是圈内垫底的。早期设定里，黑团九尾狐卡特琳娜戴鹏却是一位大美女，会是索隆的一个强劲对手。但最后这个颜值没有被采用，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卡特琳娜戴鹏的样子。同样意想不到的还有章鱼小八。小八最开始是个墨鱼美女剑士，会使8刀流，除了比章鱼多2刀之外，和现在呆萌憨厚的小八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还记得让草帽一伙崩溃的可可罗婆婆吗？尾田夺走了她的美貌。不过在最早的设定中有这么一条，人鱼用水充分弄湿身体后就能变回美丽的样子。如果这样的话，山治他们就不会强行让婆婆消失在自己的记忆中了。把路飞艾斯抚养长大的达旦，最早是一个戴着斗笠叼着烟斗的大叔，后来变成了现在的大婶形象。有一次达旦不是做梦梦到了自己变年轻漂亮了吗？其实达旦年轻的时候真是个美女，有点区别的是，年轻的她比梦中的她看起来更加英姿飒爽。这是尾田一直以来的恶趣味，倒也不奇怪。最早的女帝和现在也有很大差别，现在女帝是31岁，早期设定中比现在还要更年长许多，估计是足够当路飞的妈妈了。脸上还有一个蛇形刺青，有时候会戴着面纱，看起来更加冷峻一些。在动漫907集，这集的名字叫做《冒险的黎明》，这正是尾田早期的一部短篇漫画，可以看作是海贼王的前作。而海贼王正片的第1章也就采用了这个标题，只是情节改动相当大。在冒险的黎明里，路飞的草帽和果实都是当海贼的爷爷卡普给的。卡普还鼓励路飞出海，做海贼是很棒的。这句话居然能从卡普嘴里说出来，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在里面，娜美的原型是一个蓝色头发，名字叫做安的女孩。不知道在这个平行世界里，娜美会不会是罗杰的女儿呢？后来在海贼王里，卡普一开始的形象是戴着帽子抽着雪茄的海军，绰号叫做白色意外，看起来有几分神秘。白色意外这个绰号现在感觉也很适用于卡普，毕竟马尔科切实的体验到过什么叫做白色意外。以上呢就是海贼王里的一些有趣的最早设定了，因为先入为主的关系，看起来好像有点奇怪，有点新奇，不过把它们看作一种平行时空，感觉也挺有意思的。那些没把自己的极品果实当回事的人，海贼王中有能把看起来不那么强的果实运用到极致的人，但还有些人吃下的果实非常不错，却始终没用对地方，他们自己可能就没觉得自己的果实有多厉害。巴基的4分5裂果实，巴基这颗超人系果实，按照觉醒的规则，自然是可以分裂万物，毕竟路飞、卡尔、明哥都展现了可以改变周围事物觉醒的 buff。巴基的果实一旦觉醒，4分5裂的世界，那可不就是手术果实和真正果实的结合体？一直以来，巴基把这个能力用得很逗逼，完全用成了马戏团果实。不过毕竟是巴基，某一天即便是觉醒了，或者真的有什么隐藏实力，那也不意外。布蕾的静静果实，这颗果实才是真正的555开果实，可以无视实力差距，复制出一个镜像路飞。除了样貌是镜像对称的之外，实力技能完全相同。试想一下，对手经过千难险阻、名师指导后才达到的高度，你只需要一个静静果实就可以抹平差距，简直杀人诛心。只不过树枝的这个大有用处的能力，最后被草帽阵营给完美利用了。本来布蕾应该是困死草帽一伙的关键点，却成了人家翻盘的突破口。福克西的迟缓果实，分槽头走到哪儿都是老六，一手迟钝光线可以趁人之危。其实老六把这个迟缓果实开发的还可以，能和黄猿一样用光子做成一把迟缓光剑，感觉两人的果实完全可以 battle 一下。但老六喜欢在海贼游戏里碾压对手，把这么好的果实完全用成了出老千的工具。在遇到草帽一伙之前，玩抢人游戏920场不败，而这并不是因为分槽头本身有多强，而是迟缓果实太好用了。卡里布的沼泽果实，作为天生高贵的自然系果实，卡里布好像完全没有把自己的能力当回事儿，直接用成了一种功能性果实，更像是什么仓库果实。他随时可以在肚子里掏出机关枪、抢来的财宝和食物等等。不过在鬼岛还是蛮有用的，就当做路飞的移动冰箱，让路飞满血复活。其实卡里布的能力可以朝卡2的方向开发，沼泽果实和诺诺果实有很多共性，都有粘性，还可以随意形变。沼泽果实再不济，起码也是个自然系，完全看使用者如何开发了。黑炭大蛇的幻兽种8期大蛇形态，这颗果实拥有动物系的属性，幻兽种的逼格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黑炭大蛇有8条命，是真正的仰卧起坐果实。路飞看侍郎那些就是个弟弟，黑炭大蛇这种活不过3级的实力，靠着仰卧起坐果实硬是活到了和凯多一起下线，就他妈离谱。这颗果实要是给凯多或者卡普这种靠霸气输出的强者，那岂不是直接卡 bug 无敌了？而黑炭大蛇在鬼岛啥正事没干，就让人给砍头玩了。所以恶魔果实都有它的开发的价值，但确实还是分3、6、9等的。不过吃到一颗垃圾果实不可怕，吃到一颗牛逼的果实，没觉得它牛逼才可惜。海贼王中的那些社死现场，海贼王里有很多社牛，当然更有脸皮比较薄的人。那接下来就有请社死小王子山治。在山治的脑海中，注定有一件事尬到他永生难忘。
那就是在冰火岛期间，山治抱着警卫们的脑袋站在弗兰奇坦克上，在周围小孩子们的簇拥下，在弗兰奇自制的欢乐儿歌中缓缓驶向门外的人群。弗兰奇和孩子们倒是玩嗨了，山治麻了呀，尴尬、懵逼、惊慌失措。尬上加尬的是，门外的罗当时在跟斯摩格胸有成竹地说：“这里没有其他人，诸位请回吧。”然后这帮沙雕就这样冲出来了，还跟罗主动打招呼，高冷罗当场社死。当时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的心都有了。山治也没办法，与其尬在原地，不如加入他们。山治最后无奈被迫营业。其实最让山治社死的还是他那张悬赏令，这跟自拍还不一样。自拍最起码它的留存自己是可以定夺的，悬赏令这种公布于众的东西，只能任人评判了。当时迪巴鲁和山治碰面的时候，一旁的小巴现场直接补刀了一句：“哎，你俩长得挺像啊。”随后索隆补充说：“简直一模一样。”这场面直接把布鲁克给笑跪了。这似乎是布鲁克唯一一次笑出猪叫声。布鲁克想说：“我通常不会这么笑话伙伴的，除非忍不住。”山治还不算脸皮很薄的，草帽团里脸皮最薄的是索隆。索隆的社死次数可以说是草帽团之最。作为一个硬汉，与这点背道而驰的社死瞬间是非常致命的，而且很多尴尬瞬间都被罗宾亲眼见证。罗宾上船没多久就发现了索隆是个相当严重的路痴，高冷印象荡然无存。在水之都带娃当奶爸，他遇到其他人，索隆东躲西藏，最后还是碰到了罗宾，非常尴尬的得到了罗宾的保密承诺以及和你很配的调侃，逃过了更大范围的社死。和弗兰奇沙雕小组组成巨型大皇帝，被罗宾无情嫌弃，事后连索隆自己都觉得非常丢人，尴尬的逃离了社死现场。罗宾有这么好心，可别人通常不会给索隆面子了，比如山治。索隆号称自己的意志力不会被佩罗娜的消极幽灵击垮，结果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被无情打脸。这件事儿后来被山治当众笑话了一路，水之都被卡在烟囱里，事后被乔巴说了出来，又迎来了卡在墙缝里的路飞的嘲笑。当然索隆当时是很想掐死山治和乔巴的。在冰火岛最社死的应该是达斯奇了，烟鬼是个好人，有福利，他是真给哥们儿们看啊。记得有一期 SBS 有个观众问这个尾田，他是没穿还是怎么样，尾田表示斯摩格扯掉了。不得不说烟鬼还是个敞亮人，可达斯奇真的栓 Q 了。推进城现任署长汉尼拔，他曾经最社死的无疑就是被小冯模仿的娜美给戏耍了，最后被小冯给吊了起来，衣服还被小冯给抢走了，就这样光着身子只穿一条裤衩在杂物间里挣扎，等待被解救。后来应该是被赶来的部下给救了下来。这种一辈子也不想再提起的事情，任何时候回想起来也是很社死的。汉尼拔这个好歹还是有点衣服遮体的。海贼王里最社死的操作，应该就是弗兰奇在水之都街头裸奔和路飞金蛋了。路飞金蛋还好点，起码女儿岛的人一开始只是纯属好奇。然而弗兰奇那一天在水之都市民人群中当众裸奔，追着一条满天飞的胖子，他还表示这几十年他有且仅有这一条，这给他原本就在水之都响当当的名声上又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后还在伪满市民的海岸上被罗宾当众抓鸡，在地上疯狂打滚。然而最让人敬佩的是，弗兰奇并没有因此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反而摆起了 pose， 被罗宾评价为男人中的男人。娜美及时纠正他只是个大变态而已。确实后来知道了，弗兰奇真的比路飞还要社牛。路飞起码觉得如果自己的赏金降低了，就属于是社死事件，但社死对弗兰奇来说是不存在的。裸奔、变态、强吻女厂长，还有什么是弗兰奇干不出来的？即使被罗宾吐槽，也能很快的恢复过来，再接再厉。2年后甚至都免疫了罗宾的吐槽，这充分说明了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了。海贼王里的那些雷区蹦迪大师，百兽海贼团里的凯多老师和靳老师，这都很熟悉了。其实奎因也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别的老师都是今天学不会老师的本事不准走，奎因这里是今天学不会你爹的本事不准走。山治刚开始懵了，心想这家智什么时候在外面收了个全能型儿子。话说奎因老师呢，用的是踩雷激发式的教学，从而逼出最强山治，一口一个加治的儿子，一口一个文斯莫克，听了山治心态早早的就崩溃了。奎因老师说别急，还有更崩溃的。山治觉醒了骨子里的血统因子后，奎因老师一看效果不错，继续雷区蹦迪。他展示了文斯莫克全家桶的技能，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有山治在的地方殴打女人，让女人落泪。站在山治的角度来看，娜美是你喜欢的样子他都有，奎因是你讨厌的样子他全有。奎因完全掌握了 IT 密码了，属于是。踩雷大师奎因不仅屡次精准踩雷，本来文斯莫克就踩过山治的雷区，奎因这是雷上加雷，双倍伤害。最终山治将所有的愤怒汇聚在一脚上，以意想不到的速度打败了奎因。山治的愉悦式的成长离不开奎因老师开创性的教学方式。为什么说奎因是踩雷大师？因为这不是奎因第一次趟人家雷区了，之前还在大妈面前护食，跟大妈抢吃的，抢红豆汤，让大妈暴揍一顿，沦落到装死来逃避挨揍。后来又激怒了乔巴，在乔巴面前草菅人命，蔑视生灵。最关键的是胆敢对小狸猫不敬，成功吃到了乔胡子的一个大逼斗，就给人感觉别人做事情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奎因是一步一个雷区。
雷区蹦迪大师也不能少了黑胡子，毕竟黑胡子的奋斗史其实也是一路在雷区趟过来的。在战国面前要把马林凡多沉入大海，在白胡子面前说他在巴拿罗岛饶过艾斯一命了，在红发面前戏言红发的伤疤。由此可见，黑胡子可能觉得自己吃的是面子果实。总之就是水战国、怼老爹、系红发、伤女帝、抓克比，这一套下来得罪了多少各路大佬。话说小马哥是只打高端局的对手，黑胡子是只在高端局里挨揍。2年前黑胡子一登场就放最甩的话，挨最毒的打，跟黑胡子总是在雷区蹦迪的骚操作不无关系。都知道路飞草帽的质量极好，但是至今那顶草帽唯一一次差点被毁，就是在巴基手里。草帽无疑也是路飞绝对不可践踏的雷区，连泽法拿到草帽后都没对帽子做什么，而巴基这个唯一一个敢不给红发面子的人，一手将草帽刺出3个豁口，一脚把草帽踩瘪，看得路飞直接血压飙升。路飞一脚上去，巴基麻了，从没见过路飞对哪个敌人下死手，还要牵连无辜子孙的，更没想过当年东海村口的一场看似普普通通的斗殴，居然是黄团大战的预演。巴基其实一直都在雷区蹦迪，毕竟真海贼就是过的刀口舔血的日子，但只能说巴基的霸王色运气太顶级了，他每次得罪一个人就能结交一个人，结交一个人就能跟那个人混上饭吃，这才是真正的莫名其妙的雷区蹦迪高手。好，本期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拜拜。大河确定暂不上船，3船长重新出发，和之国篇正式收官。海贼王1057话第一波情报曝光，本话标题名为终幕，意味着和之国篇正式结束。本话中桃之助、警卫门、大河与草帽一伙告别，但最重要的信息莫过于看似铺垫了半个和之国篇的第10人大河最终没有上船，但其实大河上船的悬念还没有完全消失。大河表示自己会像玉田那样先周游和之国全国，然后再出海。之后路飞把海贼旗交给了桃之助、警卫门和大河他们，并说当他们想出海时他会再来找他们。纸面上大河上船的可能性还在，但在海贼王完结之前，路飞重返和之国的几率又有多少呢？此前路飞表示自己不需要冥王，所以之后冥王会不会被其他人启动或捡漏还是个未知数。路飞记得还有罗一伙准备离开和之国了，各自出发，正如此前他们分配的方向，路飞东南，基德正东，罗东北。本话最后桃之助正在考虑把路飞给的旗帜挂在哪里。以上就是1057话的第一波情报了，相关细节会持续泄露。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拜拜。真的对可爱多讨厌不起来。随着和之国篇的结束，凯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基本上也是很明了了。作为路飞的对手和老师，也做过一些见不得光的事儿。不过凯多本人给人的整体感觉并不会让人多讨厌，反而有些地方还挺特别。除了表面的暴君性格，凯多还有另外几种。一、好大哥。早在979话，标题名为家庭问题中，凯多一扫此前暴脾气的性格印象。他跟3斋6子的交流中还是挺平和的，比如都喝上了，出了点事儿让你们久等了，跟部下解释情况，这还是凯多吗？面对性格迥异、吵吵闹闹的几个人，凯多也是属于聊家常的那种姿态。凯多和晋的相遇，很像是另一个版本的路飞和索隆，白手起家，互相信任，过命的交情，只是这个版本多少有些黑化和凄凉了。2、惜才。很多枭雄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对待自己认可的人可以拿出很多诚意，只是不像路飞那样伪光正而已。凯多超新星收藏家的名号由来已久，凯多是只要跟哥混，地位和待遇肯定是少不了的。当初凯多虽然对打败明哥的路飞恨之入骨，但后来居然还想着招揽路飞，不知道该说凯多是求贤若渴呢，还是异想天开呢？3、慈父凯多也不完全是个梗吧，在大河面前，凯多还是做出了妥协的。大河崇拜光月玉田，而以男人自居。凯多从小到大虽然没少教训大河，但内心还是顺了他的意，称呼他为蠢儿子。3斋6子也跟着叫大河少爷。大河展现霸王色之志后，且一直想成为玉田出海冒险，凯多不仅把大河扔进洞穴，还给他安装了爆炸手环。当然，见识到从头到尾的父慈子孝后，换位思考，也多少能理解凯多的做法。那种爆炸手环，对于有着保底七武海实力的大河来说，说实话，能伤到他几分几毫也很有限。所以，明哥可以说经历过我的童年未必有我善良，路飞可以说经历过我的童年未必能活下来，凯多可以说有这么个大孝子未必有我仁慈。4、正义。凯多的一个不光彩的地方就是趁玉田分心，趁人之危了，赢得不光彩。这件事儿一直是凯多心头的疙瘩，这是事实。但鬼岛上的凯多一直在车轮战，可以说是过于实在了。在和路飞的对战中，凯多甚至还享受其中，觉得有趣。直到 CP0 上来偷袭路飞，凯多一棒子没收住，把路飞给敲晕了。当时凯多回忆起了似曾相识的玉田，可以看到凯多的表情变化，非常的遗憾和愤怒，也算是一种救赎吧。所以没有继续袭击路飞，而是立刻把怒火撒在了来搅局的 CP0 的身上。因为这一回他想堂堂正正的赢，这一刻他想站在正义的一方，只是不曾想他这一棒子把路飞给敲觉醒了。5、金牌导师。这一点真的哭死。雷利教基础，凯多直接把霸残和觉醒这种顶级战斗技术全都激发出来了，顺便巩固了流鹰和见闻色，还把罗杰成为海贼王的真理告诉了路飞。10年前凯多和晋说
如果大河和你等的是同一个人，那我知道乔伊波伊是谁了。尽说是谁？凯多回答：未来能打败我的人。凯多老师一直等路飞来上课，为了这一堂课，凯多准备了整整10年。6. 自由平等。凯多第二个不光彩的地方是把和之国变成了人间地狱。不过有必要说，黑炭家族对凯多蛊惑之深，远超凯多本身的偏激思想。黑炭木禅的提议助长了凯多的暴力思想。黑炭大蛇篡权，且在和之国主导暴政，两人耍阴招，导致光月玉田在决斗中分心。这两人要为和之国变成人间炼狱背上大半口的黑锅。凯多的目标中反而有一条非常亮眼，他想将沉溺于享乐的掌权者拉到战场上，实现平等自由的战争。虽然还是暴力思想，不过凯多可以毫不犹豫地砍掉大蛇的头颅。原因有很多，但可见他真不喜欢大蛇这种人。凯多这条其实是针对天龙人的，天龙人是他悲惨童年的祸根，他在暴力和被出卖的环境中长大，造就了这样的凯多。7. 酒后真言。可爱多当然要可爱多多，比如酒后失落，化身忧郁凯妹儿，怪自己守不住城池，重建还要花很长时间。酒后大哭，不想有人靠近，想一个人静静。酒后发火，恶龙咆哮，坦诚直率。酒后撒娇，有些辣眼睛。酒蒙子凯多醉酒后的行为，有些搞笑迷惑行为。不过如此随心随性的凯多倒也不错。在四皇里面，凯多虽不像白胡子红发那样多么有魅力，凯多的暴脾气里面还是有一些理智和人情味的，只是片面了一些，但这不影响他是一个好老师。